Nomi 导航到银川安墨酒店。要导航去第几个呢？第一个。好，各位买好，我是董买买。上周蔚来把全新 ES8 的媒体试驾活动安排在宁夏的银川，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有去过宁夏呢，所以呢这次我就选择 ET9 自驾过去，9天时间单人单车，我开着 ET9 跑了4848公里，途经许昌、洛阳、银川、石嘴山、西安、合肥、上海。大部分时候呢都是依靠换电的，在博物馆啊，在公园的停车场，在中午吃饭的时候顺手充个电，也算是买买对 ET9 提车半年的一个长测视频了。出发的时候这台 ET9 里程不到1万公里，回来的时候已经接近1.5万公里了。对于蔚来车主们来说，这趟旅程压根儿不算什么长途啊，毕竟得益于可以换电、可以充电的补能网络，蔚来和乐道是唯一一个可以在长途上打败油车的品牌。今年7月份，当别的品牌还选择在环形赛道绕圈的时候，一台乐道 L60 选择全程换电，1万公里仅花费98个小时，平均均速超过了100公里每小时，均速比油车跑高速公路还要快。这就是纯电可以换电带来的魅力啊！而且蔚来乐道车主的体验非常好，既是时间上的打败，也是电动车本身动力更好、更安静、辅助驾驶更强、使用综合成本更低的打败。至于 ET9 则是其中的王中王产品吧，配置上它标配了蔚来唯一、全球也罕见的主动悬架系统，它会把道路上的起伏尽可能的化解，尤其是大的起跳。这段路不太平，所以其实你能看到全主动悬架带来的这种平坦感，你可以看到前面的车在轻微的跳，我们基本上就是这种起伏都是运得很好。当然你说完全感觉不到震动那是不可能的。很多车型依靠空气弹簧能取得不错的滤震性，但在 ET9 这儿怎么说呢？有点像4代战斗机对6代战斗机的这种代际性的差异啊。但非常可惜的是，这是一个需要体验才能真正感受到底有多好的功能。未来为了让你知道这玩意有多好，在很多车展的时候，他会故意的让 ET9 抖动起来。不明真相的人会觉得你蔚来公司净做这些没用的东西，还有人说法会更加的猥琐，老板快乐车是吧？其实呢，就是告诉你主动悬架对于车的控制能力。这半年来呢，我开 ET9 每次遇到坡其实都是一种享受，我甚至有点期待遇到飞坡的场景，我看到前面车起跳，而我自己优雅的过去，有一种把车买对了的感觉。最近 ET9 把自己的版本更新到了 CDA 1.3， 在 P 档下呢，会利用主动悬架去顶住车身，这样如果你停在路边，边上有大车快速的开过去，你的自己的车身也不会发生晃动，给你安全感又增加了一点。当然这个功能好像又可以被另外一种方面的理解，对吧？同时呢，这个版本还推送了增强追尾碰撞预防及保护功能，它是有3级防护的。第1级呢，当你即将要被追尾的时候 ，ET9 会快速的闪灯提醒后车。第2级呢，当本身的碰撞无可避免，本车呢将提前踩下刹车，降低 ET9 被夹心面包的风险。第3层呢，即将追尾的车辆是一台大型车 ，ET9 将利用本身的主动悬架，主动抬升高度，用更高的防撞梁来抵抗危险。目前呢，1、2级能力已经推送给了蔚来全部的2代车型，第3级能力因为需要主动悬架这种瞬时的抬升，所以目前有且仅有在 ET9 上可以做到。说实话，安全这种东西没有上限的，我在发布会的时候看到这样的功能，我当时就决定要买 ET9 了，我真的会为了一个更加安全的事儿去单独去买一台车。同样呢，这车也罕见的应用了后轮转向和线控转向。后轮转向让这台车的转弯半径极小，仅有5.4米，城市中掉头很方便，这也是这台车没有大车感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同时，线控转向的加入，方向盘永远不需要接手，开起来感受非常神奇。
ET9 在自动泊车的时候，大角度的入库，方向盘指微微的动作，表示一下自己前进或者倒退的方向，永远不需要大幅度的转动，特别的高级。这个方向盘就不用一直转了，因为它线控转向了，所以它其实可以完全不转，只不过它转一下，告诉你它往哪儿走。尤其是在换电站换电的时候，你每一次都能看到ET9的方向盘只动一点点，而换做其他车型，任何入库的操作都要转不止一圈，都要去接手的。这次旅行里面呢，所有城际之间的通行，我只充过一次电，都是用换电来完成的。蔚来 ET9 和马上要开卖的蔚来 ES8 一样，标配的都是102度的超充快换电池。即使现在在全国的换电站，在全国的高速公路网络也放了对应的电池了。可能呢，有的站只有1到2块，那是因为目前 ET9 的交付量就是这样。但是 ES8 如此劲爆的交付量，我相信把电池在每个站补上，也就是今年内的事儿。与3分钟换电这种说了100遍的优势相比 ，ET9 这次的充电功率也很快。这块102度的电池，如果在未来的充电桩私有协议，可以做到425千瓦的功率，大概就是 4.2C 的能力。我这次呢在理想的充电桩充电，它的桩呢只有2C 的桩，所以呢跑满了这台桩的上限啊，也就是说200千瓦左右，10%到80%的时间也就20分钟就够了。有朋友说你中午服务区就是要吃个饭，对吧？你充个电很正常。那未来也可以充电呀，你看，不仅可以用未来的充电桩，你还可以使用理想的充电桩。你看我现在就插在一个理想的充电桩上。然后我们看看它的充电速度怎么样啊？这是一个理想2C 的充电桩，正常情况下应该可以跑满，跑到200千瓦左右吧。你看，我们在理想的充电桩上也可以跑到190千瓦，所以其实可以换，可以充，怎么样都行。全中国所有的充电基建你都可以用。我这次在银川还在一个充电桩测试了4C 桩在 ES8 上的充电能力。我特意选择夜间12点没有人分功率的时候，把车的电量尽量控制得很低去充，因为这样才是车型的最高功率。这不仅是蔚来啊，这是电池的特性决定的。所有跟你说充电快的车型，他们往往在测试充电的时候都选择周边没人分工，没有人跟你抢功率嘛，这样充电功率才好看。因为第三方的充电桩没有蔚来的协议，尽管它是一个4C 的桩，但是它遵循了国标400安的上限。所以全新 ES8 的峰值充电功率就可以达到300千瓦以上，充电10分钟大概续航可以达到300公里。如果你真的需要在服务区吃个饭，从来不宣传充电的蔚来，既可以3分钟换电，也可以10分钟300公里超快充。你要知道，蔚来部署了高速公路换电网络，全国有超过3500座换电站，也是车企中部署充电桩最多的企业。但是国家电网、各种品牌、各种民间资本部署的充电桩，你开 ET9、你开 ES8、开其他蔚来车都能用，只要他们装的功率够，你也能享受超快充能力。所以你会有里程焦虑吗？可以换电、可以充电的车，那就是比只能充电的车更加悠然自得，是不是？加上 ES8 这样的大车拥有925伏高集成度的先进技术，它成就了车内的非凡空间。巨大的前备舱，巨大的乘坐空间，你买燃油车，你买增程车，它的乘坐体验和储物空间都不如，这就是拐点的厉害啊！纯电车的体验显著超越了增程，显著超越了油车。有油车的朋友听到这话不开心了，但是乘联会呢是支持我的。7月份纯电动零售同比增速达到了24.5%，插混同比增速下降了0.2%，增程同比增速下降了11.4%。新势力中，纯电 vs 增程达到了64:36，纯电进入增长拐点，消费者转变了。最后，我也谈一点我的感想。最近主打增程的汽车厂商都在纷纷推出纯电大三排 SUV， 这说明增程大三排 SUV 的黄金时代正在过去。纯电大三排 SUV 的时代正在到来，拐点一致，一起家电。有一些搞增程的车企，你也能看到，他竟然会以自己造了多少充电桩为荣了。可是他们卖车的时候说的是城市用电、长途用油啊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些增程车企也明白纯电就是未来。但是现在有这么多人买混动，那我就再吸一口吧，不就是这个心理吗？但是作为消费者，你并没有义务陪着车企去搞能源转型啊，你肯定一步到位上纯电、上换电呢。
没有了补能的困扰，让我很轻松。我第一天开了1000公里，在洛阳住下，中间呢还绕道去许昌吃了顿饭。到许昌呢，自然是要去看一看胖东来的。这个超市人的确非常多，我逛了一大圈，感觉它的自有商品更像是一种山姆的定制化选品模式，或者说未来车主们更熟悉的 New Life 模式。模式上差不多，但是覆盖人群有着巨大的差异啊！我没啥想买的，看到那么多人山人海，大家选的东西，我感觉我也不需要。不知道频道前的你一般会在胖东来买些什么呢？不妨在弹幕中聊聊呗。在洛阳的这一晚呢，是有红色的月亮的。我开车出去准备拍来着，但是出来之后抬头看看天，这么厚的云，算了，回去看直播吧。倒是在回酒店的路上，1T9的投影大灯面对路口牵着狗在人行道上的行人，给了我果断的闪灯提醒，挺酷的，而且是追着行人，光线在地面上投射，不会影响行人的视线，但是提醒了我注意，我觉得这个能力还是挺好的。第二天又是1000公里的长途，直接在晚上8点钟开到了银川。这是我第一次到银川啊，我印象里总觉得这是一个腾格里沙漠边缘的城市，有很多沙子的感觉。结果呢，其实因为贺兰山的阻隔，这里不仅沙子非常少，雨水还挺丰润。城市中心的公园甚至都满目的绿色，塞上小江南，名副其实啊，令我大感意外。每次新到一个地方，我也会习惯性的看一看充电桩、换电站的电费。银川呢算是很便宜的 ，NIO 的充电地图显示的价格大多在7毛左右。但是银川的一些知名景点，比如说博物馆门口都有当地国资投资的充电桩，这些充电桩并不会在 NIO 的 App 上显示，但是他们的桩条件非常好，看起来这个桩平平无奇不起眼，但都是液冷的枪。1T9轻松就上了2C 200多千瓦的功率。而且整个电费非常便宜，在白天相当长的时段内，价格不到5毛一度，这价格比很多城市的加充都要便宜。而银川它的汽油的价格其实跟全国的差价都是不大的，更显得这座城市应该去换电车了。而且银川的日照也很丰富，我看到全球最大的单体农光互补充电站，宁夏银川市做了个640兆瓦的光伏发电。就在枸杞地上方的光伏已经并网发电喽，真绿色能源驱动纯电汽车，成本还低。但是我看到的大街小巷还是蓝牌为主，我就知道电动车这门生意，光是替代就4个字，大有可为。到了宁夏，这里曾经是西夏党项人建立的政权，公元1038年李元昊建国，1227年被蒙古国所灭。将近200年的时间里，它与中原的北宋王朝并立，国家体制和统治方式深受儒家政治文化的影响，也广为宣传佛教，所以我们熟知的榆林窟啊、莫高窟啊，都有这一时期的开凿的洞窟。而银川2个博物馆值得看啊，首先呢是宁夏博物馆，每到一个省份，这算是必看的了。宁夏在4万年前就出现了人类活动。博物馆有贺兰山上的岩画，如果你不是对户外绘画特别感兴趣，你看完博物馆的岩画，贺兰山脚下的岩画你就不用再徒步去看了。还有一些周边博物馆，比如固原博物馆的一些展品，但是目前固原博物馆的展品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出差啊，所以如果你想看全的话，还得再来一趟上海。另一个博物馆呢，就是西夏陵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，今年7月份刚刚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。目前每周1、周3是免首道门票的，这个地方超级大。免了首道门票之后，你就可以去看博物馆了。西夏陵博物馆呢，有西夏陵出土的石雕立式制纹之作、文臣头像、雕龙蓝柱、石马，以及贺兰县熊佛塔出土的西夏绢画、泥塑佛像头、罗汉头、贴金木雕观音像、西夏木雕女祭月等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看螭吻，西夏陵出土的螭吻有琉璃和灰陶的2种。造型上呢，均呈现龙首鱼身、张口吞脊状。因为呢少许的文化不同，所以当一堆螭吻放在一起的时候，恍惚之中我有一种看异形的感觉啊。西夏陵本身很巨大，而且也是可以参观的，我就只去了3号陵。怎么说呢？贺兰山下古整畴，高下有如浮水鸥。毕竟呢是人家的陵墓，而且多年以来的破坏啊，只剩下了封土堆。官方做了一些有创意的还原，但我真觉得有点过于晒了，需要一点烈日下的暴走。如果不是来都来了这4个字，我应该是不会去看封土堆的。但是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，非常值得来。周1、周3又免票，如果你只看3号陵的话，只要20块钱的摆渡车钱，对吧？又得来一趟，所以来都来了。
到了银川，最重要的工作是拍摄全新 ES8。不得不说，未来的车型与大开大合的场景都非常匹配啊。夜间呢，我还跟电动知识大宇老师一起，我们本来想拍一点在沙漠中的片子的，但是治沙成就斐然，从银川开到成格里沙漠边缘，硬是一直开了好久啊。落日前最后一刻终于赶到，每一张照片天光都显得更加暗一点，好在赶上了。流水的年度色，铁打的南极星蓝，昏暗的天色映衬在 ES8 的车漆上，好美。回程的路上，我还跟大宇老师拍摄了大量 ES8 的 HDPL 投影大灯的画面。这个签名版是标配的大灯，或者如果你选行政版，就要花2万块钱选装的灯，贼酷哦。如果道路线清晰的情况下，这个灯真的可以实现光线转弯。原理就是车灯照射的范围特别宽广，当它感知到道路的曲率之后，会动态关闭道路边缘的光，在你的视觉范围内，它就很贴合的转弯了。目前呢 ，ET9 上的光毯只有示宽的功能，而在 ES8 上这个光毯的能力更好，是的，比 ET9 还好。ES8 这个光毯在曲线中面对一些三角锥啊，可能你不容易注意到的物品，会用光线以及三角形的闪烁警示，非常酷哦。但是多搞了几次之后，你就发现这个触发的规律似乎不是特别的稳定。然后对我来说，目前他给的一些提醒都是我不会错过的东西。但是毫无疑问啊，这个相当于 ADB 大灯之外额外给你的独立光线增强系统。所以选装这个之后，其实整个车灯的亮度是更亮的，而且未来官方演示的视频也展现了这个大灯的照射距离超级远。同时呢，选装了这个 HDPL 大灯之后，你在上车前会颇有仪式感，它会向前打出非常远的光束，这在黑暗相对平整的环境里看起来极酷。所以这个2万块，情绪价值满满，功能价值也有，值得选一选啊。拍摄完 ES8， 我在荷兰博物馆看到一个关于长城的描述，在博物馆看到一句话说旧北长城。我看了一下导航，离我不远，200公里，在石嘴山市国道路旁，非常不起眼的一个文物保护碑。如果你不是特意来看的话，一定会错过的。飞起无人机之后，与这略显潦草的路口相比，绵延不绝的进山脉的长城，真的是巍峨壮阔。纵使500年的岁月过去，依旧很震撼。从银川回程，我选择在西安住一晚。选择西安，一个是因为很近啊，只有700多公里的里程；再有呢，就是现在开学了，去西安看刚开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就很方便。Hi Nomi， 嘿，介绍5件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的展品。让我想想。没问题，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里有好多珍贵的展品呢，让我来给你介绍5件吧。1. 汉代古船，这可是采用了古罗马造船技法的一艘古船，特别珍贵哦。2. 杜虎符，战国晚期的文物，上面还有40字的错金篆书铭文呢，现在只有左夫存世了。因为这是新的博物馆，空间足够大，陈列的方式也很先进，交互也很好，除了动线上稍微有点绕，比它陕历博的本馆那展现的文物是要少的，但是硬件条件无疑是更好的。从西安到上海全程1400公里，反正一路换电呗，没啥特别要说的。坐着主动悬架，听着九霄天晴，用着 NOP 领航辅助，一天1000公里根本不是事儿。我呢，从2017年 Model S 开始，这8年来我长途就基本没开过油车了。对于电车用户，尤其是未来用户来说，他们都能理解；对于油车用户，尤其是深受补能焦虑这样宣传的用户来说，他们可能真的会很惊讶。是的，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信息茧房的。你去问卖增程车的，他肯定跟你说充电不行，换电不方便。但是你去看看他们的增程车，空间小啊，又要维护燃油车的那套发动机系统，又要维护纯电车的那套系统，所有的优势都来自于纯电。他们下一台车，增程用户下一台车他就会换纯电啦。不管是 ET9 还是 ES8， 其实都是同价格里面用车体验远超燃油车、远超混动车的存在。
而 ES8 因为价格更便宜，加上触达了主流的人群，所以流量巨大。ET9 嘛，说实话，80万的价格可以买2台 ES8了，本身买的人就少，加上4座车又进行了自我阉割，这个还有这样的外形一点也不霸气，没有让人一眼觉得贵啊，这会是个大问题啊！体现在销量上，就纵使 ET9 各方面都遥遥领先，拿6代机对别人的4代机，但是就是卖不过别人。一方面是别人的惯性，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这车没有显得那么贵嘛。加上这么贵的车，如果你是蔚来 Fellow 的话，就2分钟的时间，你肯定给用户推荐 ES8 呀，因为更容易承担嘛。ET9 就因此成为了一个孤傲的车型，非常遗憾啊。怎么做呢？我倒是希望这个车把这个双4车身，之前已经上过工信部了，先把车上了，至少显得很贵气，对吧？再看一看要不要搞个5座，更加触及主流的人群。对我来说，我很难再花100万去买别的品牌车了。汽车产品呢，在我国其实就是一种明显的价值回归。我觉得作为蓝芯强国，全工业门类，大力发展新能源，企业强研发，加上产业链的成熟，汽车就该价值回归。我现在看到一台 BBA 卖超过100万的车，我都很难说服自己去买，体验没有更好，凭啥更贵呢？蓝芯强国的人民花更少的钱买到全球最领先的车是应该的。我这台 ET9 呢，跟着我开了1.5万公里，真的非常好，我个人呢是很满意，而且它真遥遥领先的技术，让我没有理由把它卖掉。也许等明年蔚来 ES9 的时候，我再增购一台吧。那这台 ET9 我真的非常喜欢，我也希望大家的预算如果真的到80万了，还是应该去试驾一下蔚来 ET9 的。这种跨级领先的存在，都不说买了，不去开一下，我都觉得有点遗憾，好吧？好，这就是本期懂买买的视频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，不要忘记评论收藏、订阅懂买买，买买的头条、B 站、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